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评比的是今年初在台湾刚发表全新第6代大改款的2026年式 Toyota RAV4。身为台湾常年的进口 SUV 销售神车，这次要来对决它的顶级贵族表哥 Lexus NX， 这次2026大改款的 LV4。哇，台湾一上市就话题不断，外形变得超方正，很有美式粗犷感。而 Lexus NX 在台湾则是豪华休旅的销量霸王，科技感跟质感都没话说。到底该选高 CP 值的国民神车，还是多加点预算直上豪华品牌？我们马上开聊。别忘了先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出发喽！说到 Toyota RAV4， 从90年代进到台湾市场以来，基本上就是台湾人心中护国神车的代表之一。2026年迎来的第6代改款，台湾这次主打全油电阵容，从 Core Adventure 甚至还首度引进了运动化的 GR Sport。不止外观锐利，科技感拉满，重点是台湾网友最期待的 TSS 4.0 主动安全系统终于给好给满，底盘用的也是跟豪华车同等级的 TNGA-K 平台。虽然以前常被网友酸说是不是又是买车机送车子，但这代改款真的是诚意十足。再来到 Lexus 的 NX， 没错，它就是 RAV4 的豪华贵族表哥。虽然共用同一个 TNGA-K 底盘架构，常被酸民说是高级版 LV4 或者是换壳神车，但 NX 给你的是完全不同档次的精品级体验。2026年是在台湾依然热销，除了配备微幅升级，最懂台湾人的和泰汽车，当然也继续保留了台湾特规。税金超香的 NX 200动力，让它在豪华中型休旅市场依然打遍天下无敌手。这两台休旅车实用性和省油表现都没话说。不过呢 ，RAV4 主打的是高 CP 值跟全能实用，在台湾只要104万到139万元就能搞定，而 NX 则是把重点放在极致的奢华跟品牌面子，台湾售价落在171万到285万元。今天我们会从外观设计、动力表现、内装科技、安全配备一路比到美国跟台湾的售价，帮你好好看看到底哪一台才符合你的 style。走咯，我们看车去。2026年式的 Toyota RAV4 这次大改款走的是一个非常大胆现代化的路线，整个车身线条变得比以前更加方正，更有美式肌肉感。车头用了分离式的 LED 大灯，搭配跟车身同色的水箱护罩，带出那种兼具粗犷和洗练的视觉张力。在海外市场它有3种设计风格 Core、Rugged 还有 Sport， 像是主打越野风的 Woodland 版本，直接标配全地形轮胎跟车顶行李架，真的就是一副随时要去露营的样子。而台湾车友最期待的 GR Sport 插电式油电版则是换上了超霸气的20寸铝圈，把运动气息直接拉满。车身尺寸方面，大改款 RAV4 的车长大概459公分，车宽185公分，车高170公分。在台湾这种拥挤的市区小巷子里穿梭，或者进卖场找车位，灵活度依然是恰到好处。而且这代听说还会推出非常亮眼帅气的双色车身。我再转过来看看2026年式的 Lexus NX， 这次小改款依然维持它一贯的精致奢华风。Lexus 最经典的纺锤形水箱护罩线条有稍微收敛了一点，变得更耐看，再配上更锐利的头灯和重新设计的贯穿式 LED 尾灯，整个屁股的线条看起来变得更流线、更有质感。尤其是像云雾灰或极速蓝这种精品级的车色，台湾网友都大赞，真的是高级感溢出来。我们来看一下车身数据 ，NX 的车长大概466公分，车宽186公分，车高168公分。它的车身比 RAV4 稍微长了一点点，但是车高更低，所以视觉上看起来更趴，更有跑旅的运动姿态。一边是粗犷美式的越野硬汉，另一边则是高雅精致的都市贵族。这两台同底盘的兄弟车，哪一个外形才是你的菜？赶快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进到车内，2026年式的 RAV4 这次内装质感真的是大跃进，重新设计的中控台，入门款就标配 10.5 寸的触控大荧幕，高规车型更直接升级到 12.9 寸，再搭配 12.3 寸的全数位仪表板。重点是这次新世代车机系统在操作流畅度跟流畅感上都提升不少。台湾车友终于不用再担心拿到车美式机王会一直卡顿了。座椅材质方面，入门车型用的是织布椅，不过到了中高规的 XSE 或 Limited 版本就换上了触感更好的 Softex 皮革。空间表现一直都是 RAV4 的强项，前座和后座不论是头部还是膝部空间都非常宽敞。最厉害的是它的后行李箱，在后座没有倒放的情况下，就拥有高达1065公升的容积，后座全部打平之后，更可以扩充到1976公升。不论是载全家人的露营装备，还是去美式卖场大采购，都完全难不倒它。
转过来看 Lexus NX， 这里完全就是另外一个豪华世界了。车内大面积采用了 Nulux 合成皮革，高规车型像 NX 350还会升级成透气真皮，摸起来的触感和高级感直接拉满。从 NX 250以上的车型就开始标配通风座椅，这在台湾炎热的夏天里绝对是必备的救星。中控台最吸睛的就是那具非常有科技感、微微朝向驾驶人的14寸超大触控荧幕，而且 Lexus 在车室隔音上砸了重本，加了非常多吸音材质，风切声跟路噪都被抑制得非常好。虽然前座空间跟 RAV4 一样宽敞，但因为 NX 的车顶线条比较流线，后座膝部空间会稍微比较拘束一点点。而后行李箱容积在一般状态下是642公升，打平后最大是1328公升，虽然够用，但跟 RAV4 那个魔术大空间比起来， NX 确实在载物实用性上稍微小输了一点。总结来说，如果你最在乎的是空间跟实用性，选 RAV4 绝对不会错。但如果你追求的是极致的奢华质感、精致的内装和安静的车室环境，那 NX 就是当之无愧的王者。接下来聊聊车友们最关心的动力表现。2026年式的大改款 RAV4 这次在海外直接全面纯电气化，只提供油电和插电式油电两种动力。它的主力油电版是用一具 2.5 升4缸引擎搭配电动马达，前驱版综效马力有226匹，四驱版更是提升到了236匹，比起上一代的219匹。动力表现更轻快了，搭配的依然是那套很成熟的 ECVT 电子无段变速箱，而最顶规的非一插电式油电版综效马力直接飙到320匹，纯电续航里程换算下来大约有80公里，而且在 XSE 和 Woodland 版本上还支援了 DC 直流快充，在车体刚性跟拖曳表现上，前驱版有将近800公斤的拖曳能力，四驱和非 LV 更是直接翻倍到将近 1.6 吨。海外主打越野的 Woodland 版本还配了全地形胎，而台湾车友很期待的 GR Sport 则配备了专属的运动化悬吊，开起来操控感会更扎实。再转过来看贵族表哥 Lexus NX， 它的动力编程在海外就丰富很多了，总共有4种。入门的 NX 250搭载 2.5 升自然进气引擎，马力203匹，配的是8速手自排。不过这具 2.5 的引擎在台湾因为税金集聚的关系，常被网友笑说是税金边缘人，所以内行的性能控通常会直上 NX 350，它搭载 2.4 升的涡轮增压引擎，可以炸出275匹马力和将近 43.8公斤米的强劲扭力，油门踩下去的贴背感非常过瘾。至于最省油的 NX 350小时油电版，马力来到240匹，平均油耗换算下来1公升可以跑将近17公里，而最顶规的 NX 450小时加插电式油电版则拥有304匹马力和约60公里的纯电续航。整个 NX 车系开起来的行路质感就是2个字：精致。车室也比 RAV4 更安静、更稳重。总结来说，RAV4 的油电系统和 Woodland 的轻度越野设定走的是全功能全地形的实用路线，而 NX 无论是 2.4 涡轮还是 FAV 带给你的都是更有质感更饱满的动力输出。如果你追求的是那种精致有冲劲的驾驶乐趣，那 NX 350或450小时加绝对会是你的首选。来到2026年，满满的科技感绝对是这两台车的大看点。大改款 RAV4 这次真的很有诚意，中控台依车型等级配了 10.5 寸或 12.9 寸的触控大萤幕，而且全面支援台湾车友最爱的无线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手机一上车就自动连线，超级方便。音响部分顶规车型还配了9具喇叭的 JBL 环绕音响，安全方面更是大升级，直接标配最新一代的 TSS 4.0 主动安全防护系统。台湾人开高速公路最需要的全速域 ACC、主动式车距维持，还有车道偏离警示、自动紧急刹车，通通都有。高规车型还多了 12.3 寸的全数位仪表板跟360度环景影像，整体用起来非常直觉实用。但老实说，视觉上的奢华感确实不像豪华品牌那么有视觉张力。想要更炫更享受的科技吗？那 Lexus NX 直接把标准再拉高一个档次。一进车内，最吸睛的就是那具14寸的 Lexus Interface 触控大萤幕，同样支援无线 Apple CarPlay。音响部分标配就有10具喇叭，如果你是发烧级乐迷，还能选配攻顶到17具喇叭的 Mark Levinson 顶级音响系统，在车里听歌简直就像在歌剧院一样享受。另外，它还多了10寸的大型 HUD 全彩抬头显示器跟触控追迹功能，让驾驶盯着前方就能盲操。高科技感十足。安全部分 NX 搭载的是 LSS 加 3.0 制动驾驶辅助系统，
除了解锁更细致的行人与路口侦测之外，还标配了盲点侦测，这在 RAV4 的低规车型上可能还要选配或加装。而且 NX 还配备了非常有质感的 eLatch 电子式门把，搭配安全离车辅助，如果后方有摩托车冲过来，车门会自动锁住不让你开，这在台湾超实用。一句话总结 ，RAV4 的科技走的是实用、够用、好上手的路线，而 NX 则是从视觉、听觉到整体的安全防护，都给你满满的精致感与尊荣感。如果你是个科技控、配备控，那 NX 绝对会让你爱不释手。最后，我们来聊聊攸关荷包的安全防护与养车成本。这两台 SUV 其实都把安全摆在第一顺位。2026年式的大改款 RAV4 预计会继续维持在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的5星满分安全认证。除了最新的 TSS 4.0 之外，全车也标配了8具安全气囊。不过，如果参考美国 IIHS 先前的撞击测试，前一代的 RAV4 呢，在正面偏置撞击的防护表现上稍微落后给几位同级的竞争对手，这一代就看大改款有没有把结构再补强。但是在妥善率方面 ，Toyota 的神车招牌在台湾可以说是无人能敌，结构简单、好修、零件便宜，养起来完全没有负担。至于它的贵族表哥 Lexus NX， 在安全上就拿到了 IIS Top Safety Picks 的最高安全首选，肯定不论是正面还是侧面撞击，测试结果都是拿优等 Good。而且 NX 还比 RAV4 多了前乘客座的膝部气囊，安全防护做得更到位。聊到售价和后续保固，台湾总代理和泰汽车针对这两台车基本都是提供4年或12万公里的原厂保固。不过 Toyota 还有一个很香的政策，就是只要你准时回原厂保养，保固还可以延长到5年或14万公里。那后续的养车成本呢？虽然 Lexus 的品质在豪华品牌里是出了名的稳定，极少坏，但它毕竟是高级车。在台湾，有些 NX 车主回原厂换一颗原厂规格的电瓶，账单一开出来，可能就要1-2万块起跳。那个工资跟零件的精致身价绝对会比 RAV4 贵上不少。总结来说，在安全配备和细节防护上 ，Lexus NX 确实略胜一筹。但如果你想要的是一台省心好养、养车成本低，甚至连未来二手价都超保值的公认神车，那 RAV4 在实用层面上依然是无懈可击的赢家。接下来聊最实际的价钱。2026年式的大改款 Toyota RAV4 在台湾的官方售价预计依然维持在104万到139万元之间，加上油电系统在市区高速都超省油的表现，全台湾多到像超商一样的保修据点，还有在台湾二手车市场5年只要约 21% 的超低折旧率，也就是保值率高达近80%。RAV4 绝对是台湾车市毋庸置疑的高 CP 值神车，而 Lexus NX 呢，在台湾的售价级距就比较宽了，从最入门、最畅销的 NX 200精英版171万元起跳，一路上到顶规450小时加的285万元。而且买 NX 你还要考虑到后续的隐形成本，除了前面说的零件比较贵之外， NX 的涡轮和油电车型官方都建议要加比较贵的98无铅汽油，加上豪华品牌5年的折旧率大约是 35%， 养车成本确实精致不少。所以如果你的预算有限，不想给自己太大压力， RAV4 低养车成本和超大空间的优势绝对是家庭用车的最务实首选。但如果你的预算够充裕，想要犒赏自己，那 NX 带给你的品牌面子、精致内装和顶级科技绝对对得起它高出来的身价。一边是实用至上的地表最强国民休旅，另一边是追求生活品质的豪华精品跑旅。这两台和泰汽车的超强主力，到底哪一台才符合你的 style？ 赶快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的汽车评比哦。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咯，拜拜。